一下。唐女士，我们在您丈夫实施的第1起案件中，发现了一枚房卡。虽然他清理过现场了，但这张房卡是吕四平开门以后留在墙上的电源插槽里的。你丈夫在勒死吕四平之后，显然不需要把它带走，所以这张房卡就成为了案发现场留下的唯一没有被清理过的物证。我们在这上面发现了4组指纹，但没有1组指纹是属于你丈夫的，甚至也没有1组指纹是跟吕四平的指纹相吻合。根据当时酒店服务员所描述的，吕四平是和一名女士去开了房，他使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登的记，而接过门卡的就是那个女人。这个案子一直有一点我没想明白，就是谁给你丈夫开的门？所以不甚冒昧，唐女士，麻烦你留一下指纹，我们也好做个比对。王老师，您是怎么发现的？知道我们跟王志革这类人有什么区别吗？一名凶残的罪犯，在作案的时候不会考虑被害人的感受，更不会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感受。他们不会顾及道德、法律，甚至感情。有时候他们显得很强大，甚至比我们还强。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底线。可我们不同，我们追捕这些人，就是为了还被害人一个清白，同时也要捍卫法律。所以，我们不能以违法做代价去惩治犯罪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跟王志革这类人还有什么区别？还有，抛开王志革清理现场一贯的强迫症作风不说，但那辆车的脚垫明显新到还有橡胶的味道，一看就是作案以后换上去的，而且属于长爱的内裤上的那一节线头，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痕，也明显是剪切过的。当我的徒弟，做手脚也不能做得这么不专业，说出去丢人。
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吗？年30的监控拿过来了，你看看吧。就是他，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安藤，你过来看看。你怎么确定他就是安藤啊？这个视频是港美便利超市南侧的监控拍下来的，时间与证词吻合。看来他当晚真的经历过那个便利店门口，然后才出现在4号楼的楼下。你是这么推测的，还是说那天晚上其实你也在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那个安藤的身份是真是假，但他不一定做伪证。那天晚上，他的确看到的是你，对吧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哥。那一家5口不是我杀的，你应该清楚。我相信也不是你。我就是想知道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在那儿？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对我有些不信任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是刻意在向我隐瞒一些事情。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肯定去过案发现场，所以你才认得安藤，对不对？说话呀！你知不知道，我每次冒充你进出刑侦队的时候，我多提心吊胆，我心理压力多大？你好，你面对周巡的时候可以不刻意掩饰，可我不行，我毕竟不是你。刑侦队是你工作的地方，你可以当自家后花园似的进进出出，可对于我来说那是龙潭虎穴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提心吊胆。我真的怕我一露个马脚，我就毁了你的一切。我们这种自作聪明就变成自投罗网了。可你呢？你有替我考虑过一点吗？我如果不替你考虑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冒险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清楚我是冤枉的。你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到底去干什么？啊？我有我的苦衷，向你隐瞒。原因很复杂，这并不代表我不信任你。你还有脸跟我提信任？在我被冤枉的这件事上，你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，可你一个字都不跟我说。告诉我，告诉我你那天晚上出现在现场的原因。告诉我一切，否则我不会再待在这里。
是吧？死我也不死在这儿。好吧，我承认，那天晚上我确实在那里。安藤看见的人是我。那天晚上，我接了一个电话，对方告诉我说有500遇害那天我那支尸枪的线索，我就去了。当我快到了指定地点的时候，周巡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关队，接到报案，曙光4号院301有入室杀人。从现场提取的 DNA、毛发，最关键的是指纹，统统都指向的是你。结果肯定出来了。谁呀？看看。我知道，凶手肯定不是你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阴谋，所以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络到你。哎，哥，你听我说，赶紧跑吧！啊？什么？出人命了！现场有证据显示，很可能是你干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了。你要么投案自首，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，要么就赶紧跑。后来的事儿，你就都知道了。给你打电话的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他在电话里没告诉我。不过他能提到那支枪，一定是了解内幕的人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。红玉，希望你相信我，哥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还是自证清白吧。你们俩呀，是兄弟。芳儿啊，你跟小雨，虽然你比他只早出生了几分钟，那也是哥哥呀。以后啊，多照顾他点儿啊。妈，您放心吧。说是弟弟啊，其实你才比他晚出生了那么几分钟，所以啊，小雨，你要照顾好他呀，啊。喂，我说大哥，你还活着呢？不是你怎么现在才联系我呢？还猫在你那狗窝里呢。那我还能去哪儿？
我靠，你丫这些天都死哪去了？今儿我就睡你这儿了。哎，通缉令上说你杀人了，你信吗？那你不早点来找我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要是想出国，我能给你办一套出国手续。我没打算走。你要自首，你来我这也算来错地方了。我想找出我那案卷，还自己一清白。像我这种被公安部通缉的人，案卷资料在公安部的网络上会不会有备份？和我说，关宏宇同志，你是不是拿你哥们儿当神了？那公安部的防护网，你说破就给破了？你知不知道每天全世界有多少个大黑客，就是绕着咱们国家安全保密资料库来回绕，来回绕？你想破去，一点门没。那监控系统呢？哪儿啊？是你的运气好，技术队把你严重违纪的监控视频先给了我，我这副支队长不能徇私。这个是申请调离外勤的报告，给他签了，要不我把你这违纪的视频送到局里，到时候你只能呈到派出所。您就是不想让我跟着关队在外勤工作是吧？您这还不叫徇私啊？你这孩子怎么不理解呢？我这不是都是一直想办法保护你吗？这件事是我做错了，您尽管据实汇报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您不是还有押运任务吗？没事的话，你就先走了。说到保护，在我犯错误的时候，好像是关队保护了我，可没见您留队替我出头。怎么样，老刘，还行吗？啊，不晕吧？哎，老关，有人员伤亡吗？这不，老刘头破了，1号车的司机脑震荡，2号车的这个3名兄弟中了辣椒喷雾，都已经送医院了。老刘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1号车，非杀伤性武器吗？对，来，你这边看看。2个人2辆车，不到3分钟就把王志格给劫走了。你看，咖啡色的奥迪 Q5，没有牌照。对，让交管队的兄弟们盯紧了监控，一有消息通知我们。半径2公里以内的道路全部封死了，西安分局正在集结警力，扩大搜索范围。市局发和谐通告了吗？哦，我去核实。太他妈专业了啊！咱怎么就没想到他有同伙呢？是800倍的辣椒提纯萃取物。我们刚上彩虹桥，就看到一辆咖啡色的奥迪 Q5，一直尾随我们。出事前呢，我正跟指挥中心进行例行的安全通话。通话完毕啊，频道就受到了干扰。后来我试着用手机给指挥中心打电话，没信号。应该是被屏蔽了。哎，就是这辆红色的丰田从汾中桥底下钻出来，把你们撞翻的。对，
就这俩。不管救走王志革的人是谁，他对押运的流程非常的了解。我说你搞这么半天，到底行不行啊？您这我行不行啊？你当这是看的脑残电影呢？呱，一人回车，这白宫厕所什么样都让你看得一清二楚的。现在的交通监控系统，防火墙至少都是64位加密的。你但凡涉及到安防监控，甚至可能是128位加密的。你这还不算咱破译之前的那些什么身份验证、电子授权呢。那你这瞎折腾什么呢？过来看看。哎，我是周巡，麻烦你们调一部分警力，优先对京港南站进行封锁。哎，好。哎，周队、关队，哎，交管局接到协查以后，第一时间布置警力，监察了案发现场周围所有的道路，发现了这辆车，跟着监控一路摸到这儿。知道汽车时间吗？北侧入口的监控拍到这辆车进入华南路的时间是6点16分，那汽车时间应该差不了多少。辣椒喷雾的残留都在，肯定是这辆车。指挥中心，我是周巡，从劫车到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，马上就要到早高峰了，对搜捕会很不利，请求市局增援，希望能够在8点钟之前扩大搜索范围。车牌也拿掉了，很可能是失窃车辆。哎，对了，跟110报警中心核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报案。好，那我现在去跟车管局核实车主状况。好。袭击押运车之后，他们借着凌晨良好的路况，几分钟就开到这儿了。要是换辆车的话，估计早就出城了。不会，他们换车就是为了摆脱监控。凌晨车辆稀少的情况下，任何6点16分以后经过这一路面的车都会被我们注意到。那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？咱们赶紧联系交管局监控录像。30分钟、15分钟、几分钟，或者现在，甚至有可能是这里面其中一辆车。总之，他们已经成功摆脱我们了。行，我现在大概是搞清楚了交通监控系统的加密算法，但是身份验证这部分呢，那你这老关，就算你推测的没错，他们也有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封锁最严密的区域了。王志革会不会已经逃离京港了？已经2个小时了，向公安部申请通缉吧。周队，啊，还有件事，我们跟市局物证科又核实了一遍，发现自由行酒店那张房卡不见了。但是我跟小李回忆了一下，当时交接的时候，那张房卡就在物证箱里，而且交接清单上也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房卡真的丢失了，应该也是市局那边的问题。唐英招供了吗？应该还没有。现在王志革跑了，能给唐英定罪的物证也不见了。难道这2口子要脱罪不成？你认为这是巧合吗？你知道我从来不相信巧合。周队，如花路的金河模具厂刚发生枪击案，目击到的凶手特征很像王志革。集合西南2个地区队，让他们封锁现场。老刘向市局报告，申请治安支队和巡查支队，让他们配合封锁。小周，你去附近的派出所抽调警力。好。没错，这就是长风支队门口。行啊，有2下子。哎，今早长风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正好给你看看这个。
你想什么呢？咱姐先不跟你聊这个事儿啊，你让我监视这刑侦支队，你该不会是想做什么恐怖活动吧？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拿到案卷。就胡闹！那刑侦支队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硬闯肯定是没戏啊，不过找到合适的时机，还是有机会冒充我哥混进去。哎，破解其他监控是不是还需要一会儿？正经得一会儿。那我先出去一趟。那你出去干什么呀？那满大街都是警察，你现在出去干嘛呀？能混进去自然是好事啊，但万一呢？我得做另一手准备。车间副主任说，20分钟前他来上班的时候，发现正在值班的技工王海遇害，他就立刻报了警。据他回忆，他进院的时候正巧碰到一个人离开厂房，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和王志格很相似。死者是被枪杀的，遇害时间还不到半小时。孙子肯定还没跑远呢。喂，中了2枪。没错，从被害人颅后头发的灼烧及火药残留来看，第1枪应该是自后脑斜上的位置射入，子弹穿透了颅骨，嵌入了地里。第2枪应该是倒地之后补射的，从后颈射入，没有找到贯通出口，弹头应该还留在体内。哎，9毫米口径是手枪。老刘，你们遇袭前后有没有持枪啊？别说是枪了，连个子弹都没少。那帮混蛋呐，也不是冲这些来的。你借我用一下。王志格他哪来的枪啊？而且他为什么要杀害模具厂的工人呢？自后脑射入，45度夹角。确切的说是被处决的。哎，找谁啊？那头吗？对。不是说好1对1的吗？不好意思。手机我先替你保管。钱呢？东西呢？从机器上提取到的金属粉末，通过勘验，我们发现是经过氧化处理的碳钢。钢管的内径是12.5毫米。法官，有眉目了吗？初步判断，王志国之所以来这里，是因为这个。这是个开模机，我们在台上找到的金属粉末跟制作手枪的材质是一样的。他在这做了把枪？他手里那把枪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，但是他用这台开模机，或者说胁迫被害人用这台开模机，在一把手枪的枪管接近枪口的位置，车了一个螺旋纹，然后又结了一节内径12.5毫米的钢管，在钢管外又包了一层铝，然后再在钢管和铝管中间的夹层塞了这些记忆海绵，也许还灌了水。这孙子在这做了个消音器啊！这就意味着，他如果持枪逃亡的话，遇到警察的时候可以拒不反抗，那枪声其实是起到威慑力的。
特地跑这儿来做了个消音器，这就是说，他根本就没想逃，他是要去杀某个特定的目标。老刘，赶紧通知市局吧，现在得全城戒备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追查这个枪的出处了？我现在就回队里去做弹道检测。等一下，等弹道鉴定结果出来以后，向市局和公安部申请实枪的优先排查。王志革做的这个消音器适合9毫米口径的手枪，符合大部分警用制式。好。最后就是这个王志革孤身犯险，就为了给手枪配个消音器，他肯定是打算去杀某个固定的目标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个特定的目标是谁呢？这得看他有什么仇人了。会不会是关老师？关老师把他们夫妇缉拿归案，而且还找到了唐英的罪证。子弹呢？枪弹分离，规矩你该懂吧？李启慎，我可以理解。要不这样，你自己压一颗子弹，开一枪，我看看。怎么着？信不着我？兄弟，你这个手枪套筒呢，不是原装的，而且扳机老化严重，保险还是坏的，应该是报废枪组装的吧？啊，这种货呢，新旧虽然无所谓，但总能喷火才行啊。行，进里面试试。老关，从现在开始，随便是你把我绑裤腰带上，或者我把你绑裤腰带上。他王志革想杀你，先过我这关。四平路有名司机被枪杀，凶手把司机的尸体扔在路边草丛后下车向东逃逸，请求增援。操，这孙子要丧心病狂啊！走。非要让我用这种方式试枪是吗？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枪你拿走，算我赔个不是。你刚才说的太专业了，我没以为你是卧底呢。卧底？我要是真是卧底，你们还敢杀警察？啊？想黑吃黑就明说啊！不过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也没带钱，彼此彼此。哎，要说王志革杀了模具厂的技工，他是怕那个技工说出消音器的事儿。这是抢辆出租车，他至于杀司机吗？同样的处决式射杀，2枪。死者兜里东西都被掏空了，在这么一个没有交通和安防监控的城乡结合部地区，劫走一辆出租车并杀死司机，这让咱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查到司机的身份，更别说出租车的车牌号了。
说白了就是灭口呗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五金店，没有锉刀，凑合着用吧。嘿，我这偶尔借你们兄弟俩在这儿落个脚，当是我爱心泛滥，我可没让你们把这儿当成塔利班联络处啊。放心吧，这次无论成与败，估计咱俩以后都不用见面了。 我怎么觉得你一离开你哥，就变成单细胞暴力男了？哪儿弄的家伙呀？就这破玩意儿，跟一帮窝囊废那儿抢过来的，就是一垃圾，滑膛跟枪套也不匹配，就是搂了扳机，也不见得能回膛。你就准备拿着这个冲进你哥单位，抢出你的案卷？ 像福尔摩斯一样查清事实真相，最后呢，从一个杀人嫌疑犯，又变成了一个持枪抢劫犯。万一能用着呢？那你准备上子弹吗？不好说。我只知道你带上它就可能会用上它。 你举起它就可能会扣动扳机，你扣动扳机，子弹就会上膛。到时候，你击中的会是谁？周巡、周书童，还是高安南？身怀利器，杀心自起。 如果真像你说的，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的话，就当是我临别的赠言吧。关老师，技术队向各出租公司核查被害人有结果了，死者是宏达出租公司的司机张忠，但是鉴于案件的特殊性，暂时先不对被害人的身份背景跟进调查，重点先放在协同交管局核查张忠被抢的出租车去向问题上。应该让技术队继续跟进核查被劫车辆的细节和特征。好。还真不赖这帮孩子。现在技术队一部分人去市局做弹道分析比对，还有一部分人去交通支队。 剩下的都去了交管局，就连我也赶回来给他们接电话了。老周，啊，能不能让外勤探组帮着查一下？哎呦，你什么事儿？你非得现在那么着急啊？从治安组调的人，还有各派出所抽调警力，全都出去参加搜捕了。家里就俩探组，这要都派出去了，有点什么事儿，你说我这就一个人了，关管司令了。要不我跟小周去一趟？别介啊！ 这么着吧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，要么你就留在支队，要么就跟我一块儿行动，啊，就当是保护性跟进了，行吗？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
坚持，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